你的大脑每晚都在故意把梦擦掉。人类每天晚上大约做4到6个梦，但你醒来之后能记住的大概只有1个，甚至1个都记不住。这不是你记忆力有问题，你想想，如果每个梦你都记得清清楚楚，你还能分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吗？说真的，你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时候，有时候已经分不清了。要是6个小时的梦全都留在脑子里，你离精神分裂也就不远了。大脑把梦擦掉不是 bug， 是保护你的机制。你不想每天早上花20分钟搞清楚昨晚那段跟前女友在超市里被恐龙追的剧情到底是记忆还是梦吧？梦境失忆不是缺陷，是大脑的一种精巧设计，它让你在不被虚拟经历干扰的情况下，保留梦中情绪体验对潜意识的滋养，同时剔除那些可能混淆现实的叙事细节。你醒来之后记得的不是梦的剧情，而是梦的情绪，那种恐惧，那种喜悦，那种莫名的悲伤。这些情绪比剧情更真实，也比剧情更有影响力。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醒来之后情绪很低落，但完全记不得梦到了什么，那就是梦的情绪留下来了，剧情被擦掉了。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20世纪50年代之前，主流科学界认为睡觉就是大脑在休息。你听听这话，是不是像极了当年说胃溃疡是因为压力太大那种想当然？直到1953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尤金·阿瑟林斯基做了一件当时没人做过的事，他把电极贴在睡着的人眼睛旁边，记录眼球运动，同时在头皮上记录脑电波。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人睡着睡着，眼球突然开始快速左右摆动，同时脑电波变得跟清醒时一模一样，但身体完全瘫在那里。阿瑟林斯基把他们叫醒，这些人说：“我刚才在做梦，每次都这样，眼球一快速动就是做梦了。”他把这个阶段命名为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你听说过的 REM 睡眠。这个发现炸了整个科学界。在这之前，没人知道做梦是一个有规律的生理过程，不是随机的，不是偶尔的。你每天晚上都会经历4、5次。REM 睡眠占你总睡眠的大约20%到25%。你睡8个小时，大约有2个小时都在做梦。大脑在这2个小时里活动量和清醒时一样大，甚至有些区域更活跃。后来科学家进一步发现， REM 睡眠期间，大脑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脑波，叫伽马波，频率大约在40赫兹。伽马波在清醒时跟高级认知功能有关，比如集中注意力、感知整合，但它在你做梦的时候也会出现。这说明你的大脑在 REM 期间不是在休息，而是在进行某种高层次的认知活动。你可以在脑海中勾画一个画面，你睡在那里一动不动，但你的大脑里40赫兹的伽马波在轰鸣，视觉皮层在全力渲染画面，杏仁核在喷涌情绪，而你的前额叶，那个唯一能说不的区域，沉默了。更有意思的是， REM 睡眠不是一晚上就出现一次，它是周期性的，大概每90分钟一个周期。第一个 REM 期只有几分钟，
越往后越长，到凌晨4点钟左右，最后一个 REM 期可以持续将近1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最长的梦往往发生在天亮之前。你早上醒来记得的那个梦，大概率就是最后一个 REM 周期里的杰作。你醒着的时候，视觉皮层在处理眼睛传来的真实画面，但你睡着之后，眼睛闭上了，视觉皮层反而更忙了，它在给你播放画面。2004年，德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在做清明梦的时候，视觉皮层的活动模式和他真的在看那个画面时非常相似。梦里的看见和现实中的看见，在大脑里用的是几乎同一套硬件。你的大脑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放电影。这就像一台电脑断网之后自己跑起了一个游戏，没人操作，它自己玩起来了。你的大脑不仅给自己放电影，还在剪辑、调色、加特效。你在梦里看到的光怪陆离的画面，是大脑视觉系统全力运转时的合成画面。它把记忆碎片、情感体验、白天没处理完的信息，全部搅拌在一起，渲染成一段你从未经历过的电影。更有意思的是，你大脑里负责逻辑判断和自我意识的前额叶，在做梦的时候基本关机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在梦里会飞，会跟已故的亲人聊天，会从10楼跳下去还能站起来，而你从来不会在梦里说等一下，这不可能。你的理性审查官睡着了，你的想象力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下狂奔，但你的杏仁核，负责情绪处理的区域，在做梦时反而更活跃。所以梦里恐惧就是真恐惧，焦虑就是真焦虑。你在梦里被追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身体反应和真实被追一模一样。你的大脑在梦里制造的情绪和真实经历产生的情绪，在神经层面没有区别。这件事很重要，后面会用到。有一群人不一样，他们在做梦的时候，前额叶没有完全关机，他们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甚至可以控制梦境的走向。这叫清明梦，又叫清醒梦。你肯定听说过，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在科学界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不是玄学，不是灵修，是真实的可观测的生理现象。1978年，英国心理学家基斯赫恩让清明梦者在进入清明梦状态后，用事先约好的眼球信号跟外界沟通，左右左右左右连动6下。这个信号真的被记录到了。人在做梦的时候，眼球确实按照他梦中的意志在动，这不是猜测，是硬数据。清明梦者的大脑扫描显示，他们做清明梦时，背外侧前额叶确实在活动，虽然比清醒时弱，但比普通做梦时强得多。这就像一盏灯的调光开关，普通做梦时灯是关的，清明梦时灯调到了一半，清醒时灯全开。有多少人能做清明梦？1988年，美国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21%的人至少每个月做一次清明梦，每5个人里就有1个。德国心理系学生中的调查更夸张，82%，日本47%，巴西77%。数据差异大，可能跟文化背景有关，但至少有一点确定，清明梦相当普遍，通过训练
大多数人都能学会。怎么训练呢？最简单的方法叫现实检测。白天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做梦？然后做一个测试，比如看自己的手。在梦里，你的手通常看起来很奇怪，手指数量不对，或者形状扭曲。如果你养成了白天看手的习惯，这个习惯就会被带进梦里，然后在梦里，你看到自己手不对劲，就会意识到我在做梦。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进入了清明梦。当然，从意识到能控制，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门已经打开了。还有一种方法叫醒来再睡法，就是设一个闹钟，在你通常做 REM 梦的时候响，大概睡着之后4、5个小时，你被叫醒，清醒15到30分钟，然后再去睡。这时候你刚从一个 REM 周期中出来，再次入睡的时候，直接进入下一个 REM 周期的概率很高，而且因为你刚醒过，意识残留更多，更容易在梦里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这2个方法配合使用，大部分人坚持2周就能体验到第1次清明梦。但清明梦不总是愉快的，有些人进入清明梦后会经历梦魇循环。你知道自己在做梦，但被困在某个场景里反复循环，想醒醒不了，想改变改变不了。那种感觉比普通噩梦还恐怖，因为你完全知道这是假的，但你的身体和情绪反应都是真的。清明梦不是在梦里想飞就飞，那么潇洒，它有代价。不过科技进步从来不会因为有代价就停下来，清明梦只是开胃菜，接下来要说的才是主菜。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发表了一项研究，叫 Dormio。 这个设备看起来像一个手套，你戴着它睡觉，它监测你的肌电信号和心率，判断你是不是快要进入睡眠。注意，是快要睡着，不是已经睡着，就是那个你迷迷糊糊，意识开始模糊的临界状态。科学家叫它入眠期 N1 阶段。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因为入眠期是一个特殊窗口，你的意识松动了，理性开始退场，但还没完全关机。你的想象力已经狂奔了，但你还隐约知道自己躺在哪里。达利会拿着钥匙打盹儿，钥匙掉地上的声音把他叫醒。他在那一瞬间记住的画面就是灵感来源。爱迪生也干过类似的事，拿着钢球打盹儿，钢球落地就醒，赶紧把脑子里的东西记下来。这些天才无意中撞上的东西，被 MIT 变成了可重复的实验。Dormio 检测到你进入 N1 阶段之后，会播放一个声音提示，比如想想一棵树。你的意识在半梦半醒间接收到提示，但理性审查官已经下班了，于是这个提示直接进入你的梦境，变成梦境的一部分。然后 Dormio 检测到你进入更深睡眠，再次把你唤醒，让你报告梦到了什么，然后再次入睡，再次引导，循环往复。结果呢？被引导想想一棵树的受试者，梦境里确实出现了树，出现率远高于对照组。不只是看到了树，有人梦到树在跟他说话，有人梦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有人梦到树根从地板里长出来，缠绕住了他的脚。
同一个提示被加工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但核心元素数被成功植入了。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以前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经验性观察，现在 MIT 把它变成了可操控的工具。Dormio 做的是在你意识最脆弱的瞬间直接往你脑子里塞一个指令，你的大脑会自动把它变成一段梦，你甚至不知道那个梦是被植入的。醒来之后只会觉得我梦到了一棵树，不会觉得有人让我梦到了一棵树。说真的，这个实验规模还很小，引导内容也很简单，离编辑一段完整梦境还差得远，但方向很清楚了。从外部引导梦境内容是可行的，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细节。Dormio 的引导不是在你睡着之后做的，是在你快要睡着的那几十秒做的。那几十秒，你的意识就像一扇正在关闭的门，门还没完全关上。MIT 的研究者从门缝里塞进去一张纸条，你的大脑在门关上之后，把这张纸条读了出来，然后把它编进了梦的故事里。你醒来之后只会记得我梦到了一棵树，不会记得那张纸条是怎么进来的。MIT 后来把 Dormio 升级成了 Dormio 2号，用定向梦境孵化技术引导不再是一棵树，而是一段完整的叙事暗示。比如你正在森林里散步，你看到了一扇门，受试者的梦境里确实出现了森林、门以及推门之后的场景。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梦不一样，但叙事框架被成功植入了。Dormio 是引导，不是强制，但在入眠期，你的理性审查官已经下班了，你有多大能力选择不接受？就像一个人在半醉的时候，你递给他一杯酒，他喝不喝取决于他有多少自控力，但你选择在他半醉的时候递酒，本身就说明你想让他喝。实际上 Dormio 的实验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受试者接受引导的成功率非常高，几乎没有人在入眠期拒绝一个声音提示，因为他们根本来不及拒绝。意识在关闭的那几秒钟里，你的认知防线是全开的，任何外部输入都可以长驱直入。这跟催眠有点像，但比催眠更厉害，因为催眠的时候你至少是醒着的，你还有一层意识在，而入眠期连这一层都没有了。更有意思的是， Dormio 的引导效果还体现在醒来之后的创造力上。被引导想想一棵树的人，醒来后完成创造力测试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梦境引导不仅影响了梦，还影响了你醒着时候的思维。你梦里的东西不是梦完就完了，它会渗入你的清醒意识。你想想延伸意义，如果想想一棵树能让你更有创造力，那想想某个品牌呢？想想某个政治立场呢？我不是在危言耸听。Dormio 目前的引导内容是良性的，但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从技术原理上说，没有什么能阻止别人在你入眠时给你播放一段精心设计的暗示，让你在梦里自然而然地想到某个东西，然后醒来觉得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这才是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现在来聊聊梦境解码。京都大学的神谷之宝教授从2005年就开始用 fMRI 扫描人的大脑，
让 AI 把扫描结果还原成图像。2008年，他第一次做到了，让受试者看400张黑白图片，同时记录大脑活动，然后用机器学习建立两者关系。之后成功从大脑活动中还原出了受试者没见过的图片，虽然模糊，但能看出是什么。到了2017年，卡米塔尼团队开始做彩色图像重建，用深度生成网络从零开始生成图像。3名受试者躺在 fMRI 里看1000多张图片，2个神经网络，一个负责从大脑活动中提取视觉特征，另一个把特征变成图像。重建的图像和原图不完全一样，但颜色、形状、大致结构都对。但卡米塔尼真正想做的是解码梦境。他让受试者在 fMRI 里睡觉，记录 REM 睡眠时的大脑活动，然后叫醒他们，报告梦到了什么。建立了一个大约能识别20类常见梦境内容的梦境词汇表，准确率大约60%到70%。你觉得60%多不算什么？这是10多年前的技术了。当时的 AI 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这个实验最大的瓶颈是数据量，让人躺在 fMRI 里睡觉极其困难。那个机器噪音巨大，像个巨型洗衣机，在你头顶转，大多数人在里面根本睡不着，能睡着的也是浅睡眠。卡米塔尼为了收集足够的数据，花了好几年，一个受试者地熬。如果把同样的方法放到更舒适的环境中，用便携式脑电设备采集数据，数据量翻10倍、100倍，再配合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 AI， 准确率会上去多少？没人知道，但肯定不是线性增长。2024年，国内出了 Dream Gear 绘梦仪，跟浙江大学联合研发，号称全球首款基于 AI 的梦境检测与重建脑机接口产品。它通过10个脑机信号通道捕捉你睡眠时的神经信号，然后用 Dreamer 大模型来分析和重建梦境。它不是引导梦境，是读取和重建。如果你的梦可以被读取，那梦是最后的隐私这句话就不再成立了。你潜意识里的恐惧、欲望，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东西，都可能被一台机器读出来。说到梦境解码，还有一条技术线不得不提：生成式 AI。以前梦境解码只能拿大脑活动去跟预设图片库匹配，你梦到了什么，它找一个最像的图片给你看。但 Stable Diffusion 这类生成式 AI 可以从零开始画，大脑活动给出一组特征， AI 根据特征画出你梦到的画面，不需要预设图片库。这已经有人在做了，而且效果比传统方法好得多。不过这里要泼一盆冷水，目前的梦境解码严格来说不叫解码，叫猜测。你大脑活动给出一组数据， AI 根据这组数据生成一张图，但你怎么知道这张图跟你梦到的画面一样？你没法验证。受试者从梦里醒来，描述梦到的内容，然后跟 AI 生成的图对比，说有点像，但有点像不等于一样。梦境是第一人称的主观体验，你梦到的那棵树只有你自己能看到，任何第三方的还原都只是近似。这是梦境解码最大的哲学困境。你怎么证明你读出来的是对的？
答案只能是，你证明不了，你只能不断地提高近似度。当近似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近乎还原，还是依然只是猜测？这就变成一个语义问题了。到这里，梦境编辑的3条技术线已经全部展开。引导技术让你做特定的梦，解码技术读取你梦到了什么，还有一条更狠的记忆植入。2001年，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勒夫图斯做了一个实验，他告诉一批成年人，他们小时候在商场里迷路过，这是家人提供的真实经历，然后反复暗示和引导。大约1/4的受试者不仅想起了这件事，还补充了大量细节，包括商场里有什么，当时的心情，怎么被找到的。但他们的家人确认过，他们小时候根本没有在商场迷路过，这段记忆完全是假的。这就是著名的购物中心迷路实验。人类的记忆不是录像带，是可塑的、可改写的，而且改写之后，你自己无法分辨真假。但勒夫图斯用的只是语言暗示，真正把记忆植入推进到神经层面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利根川进。2013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成功给小鼠植入了虚假记忆。实验过程非常盗梦空间，先把小鼠放进房间 A， 用光遗传学技术标记与房间 A 记忆相关的神经元。第二天把小鼠放进房间 B， 给它电击的同时，用蓝光激活标记的细胞，让它在回忆房间 A 的同时遭受电击。第三天把小鼠放回房间 A， 它表现出强烈恐惧，尽管它在房间 A 从未被电击过。一段从未发生过的经历被写入了小鼠的大脑，它坚信那是真的。利根川进说的那句话很耐人寻味，当下的厌恶或喜欢的情绪可能与过去的经历有关，因此形成了一种假性记忆。你现在对某些事物的喜恶，可能建立在一段从未真实发生过的记忆之上，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怕蛇是因为小时候真的被蛇吓过，还是因为某个人在某次对话中无意间给你植入了一个蛇很可怕的暗示。你以为你的恐惧是你自己的，但其实它可能只是某个夜晚被种下的一颗种子，而你浇了20年的水。勒夫图斯的研究和利根川进的研究，一个在宏观层面，一个在微观层面，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人类的记忆是可编辑的，而且编辑的痕迹不留痕迹。这不是黑镜的剧情，这是已经发表的科学论文。好，说了这么多让人不安的东西，焦虑要有去处。你可能注意到了，前面说的所有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需要你的配合。多缪需要你带着设备睡觉，会梦仪需要你戴着脑电帽，光遗传学需要基因改造， fMRI 需要你躺进机器。也就是说，在目前的阶段，没有人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编辑你的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让你可以暂时安心的一点。技术是可怕的，但它的使用条件是有限的。你今天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你的梦还是你自己的。如果梦境可以被编辑，自我这个概念还成立吗？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你的记忆、经历、情感反应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叙事。你的梦是这个叙事的一部分，虽然它是虚构的，
但你在梦中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这些体验塑造了你对世界的态度。如果有人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编辑你的梦，往你潜意识里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在你醒来后慢慢发芽，影响你的判断、偏好、决定，你还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吗？说真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它让我想起一个比喻。你的大脑像一片花园，你自己种的花，你知道是什么。但如果有人趁你睡觉的时候，在你的花园里偷偷种了一棵树，你醒来看到那棵树，你会觉得这棵树一直都在这里，你不会想到它是别人种下的。这棵树可能是一段被植入的记忆，也可能是一个被引导的梦境带来的情感倾向。不管是什么，你都不会质疑它的来源，因为它已经长在你的花园里了。但我认为，知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你知道梦可以被引导，就多了一层警惕；你知道记忆可以被植入，就多了一层反思；你知道你的潜意识不是铁板一块，就不会那么轻易被自己的感觉牵着走。你可以在醒来的时候多问自己一句：这个想法真的是我自己的吗？我觉得这是面对所有新兴技术最好的态度，不是恐惧，不是拒绝，也不是盲目拥抱，而是保持清醒的认知，知道它的能力边界在哪里，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然后做一个有知识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无知的被操控者。你的大脑是你最珍贵的财产，保护它的意识比任何技术都重要。我的判断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20-30年之内，梦境编辑不会成为大规模应用的技术。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伦理和社会的阻力。哪怕技术上已经可以读取别人的梦了，哪个政府会允许？哪个普通人会接受？隐私权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法律需要从零起草，社会共识需要从无到有建立。这些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技术本身需要的时间还长，但这不代表我们应该放松。技术进步不可逆，一旦某种能力在实验室里被验证，它迟早会走出来。问题不是它会不会来，而是当它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有意思的是，利根川进在发表那篇论文之后特别强调，他没有打算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人类，目的纯粹是研究记忆形成的机制。一个诺奖得主的谨慎和自媒体对读心术梦境操控的狂热炒作形成了鲜明对比。科学家的克制和资本的贪婪永远是两条平行线。当某一天有人发现可以通过引导梦境来增加用户粘性，甚至影响消费决策，你觉得互联网巨头会坐视不管吗？他们已经在你的手机上推送广告了，已经通过算法操控你的信息流了。你的睡眠时间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商业化的6到8小时。这块处女地迟早会有人去开垦。不过话说回来，梦境编辑技术如果用在正道上，它的价值也是实打实的。你想想，那些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老兵，他们每天晚上被同一个噩梦折磨。如果有一种技术可以引导他们的梦，把那个反复出现的创伤场景替换成平静的画面，哪怕只是减少噩梦的频率，对他们来说就是巨大的缓解。再比如那些恐惧症患者，
如果你能在梦里让他们安全地面对恐惧，反复几次，醒来之后，恐惧感可能真的会减弱。这不是我瞎猜。2021年瑞士的一项研究已经证实了，通过在 REM 睡眠期间播放与恐惧记忆相关联的声音，可以减弱受试者的恐惧反应，效果甚至比清醒时的暴露疗法还要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梦境编辑技术有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心理治疗工具，它的潜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工具本身没有善恶，关键在谁用、怎么用。但我的结论也是乐观的。人类历史上每次技术突破都伴随着恐惧。印刷术发明的时候，有人担心书籍控制思想；电视发明的时候，有人担心电视洗脑；互联网普及的时候，有人担心我们变成信息奴隶。每一代人都在恐惧，但每一代人都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比上一代更好。不是因为我们天真的信任技术，而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与技术共处，学会了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保持清醒。梦境编辑也会是这样，它会让噩梦反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受益，会让想通过清明梦提升创造力的人受益，也会让一些人受害。但最终我们会找到平衡。说真的，你的梦是你的，这件事今天还是成立的，明天可能不是了，但至少今天还是。所以今晚你可以安心睡一觉。你做的梦是你自己的，你的恐惧是你自己的，你的快乐也是你自己的。等到有一天这些都不再属于你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梦本身，而是你知道那是你的梦。你会知道要警惕那些在你意识最薄弱的时刻试图进入你脑海的东西。你会知道要质疑那些自然而然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想法。你会知道你的花园里可能有别人种的树，而知道这些的你已经比不知道的时候更强大了。晚安。